嗨，大家！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有一件很喜欢的弹性衣物，你要怎么复制它，让你有更多喜欢的那种衣服的版型剪裁。今天这集要分享的是上衣 T 恤的版本，是很素的那一种，很简单的剪裁。那我们直接来看做法吧。简单说明一下，你会需要剪裁出前片一片，后片一片，然后领子这一圈跟2个袖子，总共4个部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的弹性系数，就是取10公分，然后拉到你不能把它撕破的那个状态的用力的拉，看它可以到10几公分、15公分还是16公分。那如果是跟你买的这块布料要复制的这一块布料没有差太多的话就 OK。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如果你买的这块布料只有单向的，就是横向的伸缩的话，它的弹性没有上下可以拉扯的话，也要特别注意。如果你的这一件想要复制的衣物是4面上下左右都可以拉，斜线也可以拉的话，你的布料就也要跟着它一样，也是全方向都可以拉的，4向拉的。我的布料系数比这个还要再小一点，所以我到时候要留的缝份跟弹性空间那个东西叫附松量，就要再多保留一些些。我的布料跟这一件 T 恤的弹性伸缩方向是一致的，就是全部都可以拉扯的，就是稍微注意一下选择的布料。在剪裁之前要说明一下布料的方向，我的布料上面有一些织纹，英文叫 nap，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东西。总之布料的方向性卷轴是这样拉出来的，所以就按照顺纹的裁切方法来切，顺着它的方向来切。然后我想要先剪裁正面这一片前片，然后要特别注意的是袖子口跟领口的弧度，然后还有腋下这个拉一定要拉出来。我用了2种不同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就是这边我是把袖子塞进去的，但因为袖子的剪裁关系，它没有办法塞得很完整完美，就还是会露出一点点。另外一个是我直接把它折到后面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在剪裁的时候，我会想要在各个角落都多留一些缝份，当做是加上附松量，我应该会留1寸左右。原本的缝份大概只有 0.71公分，大概就是1/4寸而已，所以多留一些是有弥补的空间。如果做错或者是要调整的话，还有弥补的空间。但如果剪太小、剪太刚好的话，就没有了。所以不要沿着它的这个边剪。哦，对，忘了说，整件衣服是反翻过来的，这样你才能看到它的缝份。如果你没有反翻的话，就是要帮它留缝份之外，还有附松量。这件的缝份只有 0.5公分而已，加上我想要的弹性空间，所以两侧的缝线我会沿着它的布边往外1寸的地方做剪裁。领口跟袖子的部分，我就用 0.5寸，左右两边我用1寸。下摆的部分我想要让它长一点，不要露出肚脐的感觉，所以我会留大概 1.5寸。通常后片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在放平的时候可能会多出一点点，就把它塞回去就好了。这边我要留 0.5的缝份，全部都用目测的，我相信我的眼睛。如果它有凹进去，是因为它的缝份被缝在另外一边上的话，不要沿着它的边弯弯的剪，这边是要剪直的，这样。如果你觉得不安会左右不对称的话，你可以在中点做一个记号，就稍微用量尺量一下，或者是衣服拿起来对折，然后测一个中点，然后剪到这里之后呢，把它折过去，然后领口的部分就留到最后再剪就好了。我在这边做一个记号，就是到这里，然后中线在这边。另外一边我留1寸。然后这边我是要留 1.5寸，这边是1寸。然后袖子的部分，我习惯用这个方法剪，做一个记号之后，稍微剪一个缺口之后，我就把这边折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沿着这个地方来剪 0.5寸。然后一样，这边因为被缝起来了，所以拉出来对齐，这样。
然后剩下的部分就这样直接对折。我这边应该有做一个记号，也是 OK 的。后片也用同样的方法，后片应该就是比较容易一些，因为它的原则上它的范围、它的布料的大小也会比前片还要大，还有比较好抓到。我这边好像有点误差。没关系，侧线跟侧线对齐，肩线跟肩线的缝线对齐，对齐对折的中线，这样就可以剪裁出你想要的这个弧形了。领口我想要再做大一点，所以我就沿着这个边来剪就好了。加上它原本就已经有这一条灰色的布料，所以我想说沿着它剪，然后如果觉得太小的话，我可以再往内缩一点，就是再把它剪往下再挖一点。如果你想要剪出一模一样的话，你就要把它的缝份考虑进去，这样子看着这一个剪，可能就是从这边开始剪一刀，然后慢慢的这样子贴着，这样子剪出来。如果你觉得不安的话，你也可以先画记号，然后画出一条实线之后再来做剪裁，都可以。我觉得我还好，我没有这么不安。这边也有做的一个记号，所以蛮刚好的，就是我要的那条线。左右对称，把没有对齐的布料剪对齐。好了，完成，这就是前片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剪出后片。袖子跟领口这一条灰色的，这个到底叫什么？就叫领口嘛。你可以用测量的，就是直接去量这个维度。量的时候不是量它的缝的那一条线，而是你刚刚剪的那一条线。我刚刚是沿着它的边缘剪的，当做是自己的缝份了，所以我现在测量这边44公分。这一个维度呢，看你的弹性系数，通常是可以做到0.75到0.8倍左右，因为它本身就有弹性，所以我乘以0.8之后，其实没有减少太多，我可以拿剩下一小部分来当做缝份，大概就是1/4寸左右，或者是0.5公分，然后两边都吃掉0.5，所以是吃掉1公分左右，其实影响不会太大。然后这个形状呢，其实蛮特别的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半圆形。这样来看，你可以想象这边延伸出去，这边延伸出去，然后这边很高，这边比较圆弧下来，这边比较矮，然后一直到最下面这边比较短，更短这样。然后这个的量测方法呢，你就描绘出这样子的形状。这个是顺纹的方向，这里对齐，这里弯曲下来，露出一小小点的尾巴，然后有点弧线这边连起来，你就测量这边的高度，一半的高度，还有最后这个高度 A、B、C 是高度，然后再来量长度，这个是 X， 然后还有这个维度。这个维度就是量你刚刚剪出来的这块布料的这个长度，接缝的那一条线的长度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缝弹性布料，所以误差上来看，这样子直接量边线就可以了。通常会希望袖子比要接缝的边还要再短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刚好弥补掉我们想要做出来那个立体的效果，就是这个边会比较短的这个效果。因为这个只是一半，还有另外一边在这边，所以你就对着剪出一个对称的东西。我好像没有画得很好，这样子。你可以在 A 这条线对折，然后一口气剪出一个对称的形状。然后我们要剪2个袖子，12公分、8公分，还有最上面这边大概3.54公分，我取4好了。这个还没有加这一块缝份，所以我们要往上翻折2公分，全部都加2。手臂围17、16.5左右，所以乘以2大概就是34。我们去剪裁出领口跟袖子吧。剪裁出大概2条长方形，然后在顺纹的地方对折之后，2块布料叠放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按照我们刚刚测量的东西画出类似的形状。我自己的经验是拿滚刀来切弹性布料，其实蛮难操作的，会滑掉，所以还是用剪刀对我来说比较方便。然后我在顺纹的地方的中点做了一个记号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剪裁完了。这个是前片、后片2个袖子跟领口，领口的长度是按照测量好的那个长度再加缝份，然后宽度呢是5公分。然后袖子也是按照
测量好的那个数据，然后再加长了下摆的缝份，大概1.5公分到2公分左右。前后面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先缝合在一起的东西，正面对正面，我们要先在肩膀这2条线缝合在一起。有几种不同的做法，有些人会跟你说2侧也可以先缝在一起，这里腋下的这2侧的缝线。但是呢，我想要一口气把袖子跟2侧算是无缝接轨的那种缝合在一起，所以这就留到接好袖子之后再做。这边有稍微一点误差，我觉得无所谓，就取中间值，到时候再把多余的布料剪掉就好了。用之字形或者是闪电形都可以。针宽我用3，针长也是用3。哇，好吵哦！缝弹性布料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拉一下，但不要过度拉扯，它会变形，缝起来就会皱皱。布料越厚的话，可能滑掉的几率就越高；如果越轻薄的话，它滑掉的几率也越高。用大头针的话，很容易就会把针不小心挤出去，会滑掉。相对的，用夹子来说是比较安全的。反翻过来试穿，确认我的领口的大小是不是 OK 的。我也想要在中点的这边做一个记号，稍微剪一个缺口。我试穿一下，感觉还不错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跟我现在在穿的 T 恤的那个维度感觉很像。先把这一圈这个布料正面对正面缝在这里，然后就可以把缝份摊平。然后正面露在外面的这样子沿着长边折起来，先套头一下好了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小哦，还可以。眼镜要拿下来就是了，真的蛮小的诶。想说是不是改做 V 领？但是今天的影片的主题应该是要复制一件一模一样的才对。但我私心觉得 V 领比较适合我。如果是要做圆领的话，你就把这个正面朝外的。沿着长边对齐，正面对正面的，就需要把这个这样子反翻过来，然后把这一个固定上下左右的这个领口，然后缝之字形，把它缝合在一起。因为这个长度我们算过是打8折的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平整的效果。如果你没有打8折的话，它反而会。就是好像变成立领的感觉，就不会是平贴在你的皮肤上了。但我现在急转弯想要改成 V 字领，所以我要重新剪裁之后，重新测量我想要的维度，然后剪出打8折的长度5公分宽的一个类似缎带条的东西。重新测量一下，这边是28，然后因为有2层，所以是乘以2，然后再加可能的缝份。剩下来的布料都不够长，所以我就决定直接拼接在原本的那个缎带条上面。所以拼接好之后，打个比方好了，拿这个比较大块的布料来做说明。等一下缝好之后呢，会长这个样子，然后它会变成一个缎带条的感觉，不用变成一个圈。然后我们会在领口这样子做，这里有一个重叠的部分，也就是说从这里出发绕回到原点的长度，只需要留这边的1公分，这边1公分的缝份。我们要做的是先把它做成一个 loop， 一个圈圈，然后在缝的时候不要直直的缝。我们要做出一个很奇妙的角度，找到终点，终点往内大概1.5公分的地方，我们要做一个很奇妙的切口，先缝在这里，然后再来剪，这个会帮助我们在反翻过来之后变成我们想要的那个 V 字领的样子，像这样子，然后翻过来对折。嘿嘿，就会变成一个 V 字形的感觉。好了，长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是我们要的角度之后，把多余的布料剪掉，大概留0.5公分的缝份在里面就好了。然后中间这里我们也要剪一个小缺口，要很靠近，但不要剪到线。可以用熨斗稍微烫一下。烫好了，接着呢就可以把领口的布料正面对正面对齐上下，然后平均分散左右两边的布料。因为是缝起来要长这个样子，所以这里是正面，正面要对正面，所以是这样子对起来缝。然后这里有点不一样的是，因为我们缝份是留1公分，所以稍微会有一点点凸出来。这边是这样是正常的，缝的时候就
会需要转弯了。好，找到了背后这个终点，这样就等于是上下固定了。然后我们再来平均分散左右两侧布料的长度。领子刚刚是量好的长度打8折来剪裁的，所以现在领子一定会相对的比较短一些。我喜欢把固定的上下2点拉直之后，先找到终点，固定起来之后，再来找左右两边的慢慢固定。缝的时候同样用的是之字形，然后长度宽度都是用3。好了，长这个样子，把它翻过来。我的缝份留的比较保守，所以感觉好像有点凸。等一下就一口气用之字形把这3层布料收边，然后烫一烫就会很漂亮了。哇，我没有完全对齐，哈哈，有点瑕疵，没有很完美。其实也是可以重用啦，有点皱皱的。我稍微回去修改了一下，最后再用上车缝把缝份跟上衣的领口的布料全部缝合在一起，它就会很平贴了。完成啦！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平整了一点？现在就可以把袖子放上去咯。袖子也是正面对正面的这样子，从这边一直到肩膀这边，然后再绕到背后的腋下这边，两边都是。这边有这个记号，就把它对齐到肩膀这条缝线。然后我都把缝份推到背后面这边，这样这边就会一致。这边不用收边，因为布料的关系它不会脱线。然后上面一个固定，下面一个固定，然后平均分散中间的布料。这边也是。我以前都觉得弹性布料算是一个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可是我后来觉得不用收边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宽容的，包容性蛮高的。在布料掌握上面确实会有一点难，但是只要做足了练习，其实初学者也很容易可以缝一个弹性布料的东西。拉直，平均分散，然后拉直，平均分散，慢慢的一段一段的固定。袖子这边当然可以用之字形来缝，但我不喜欢之字形在拉开的时候会有这种一点一点的感觉，然后中间有一些空隙，间隔太大就会越来越明显。所以我这里用的是闪电型，宽度是用1，长度是用3.5。完成。刚刚上面也上车缝在边边上，靠近衣服这一边，让它看起来更平整了一些。接下来就只要正面对正面，里面长这样子，正面对正面，然后把两侧跟袖子下面这一条一口气缝合起来，另外一边也是。最后把它翻过来，然后就可以收尾了。看起来不错哎。接着就把下围这边往上往内，我喜欢把缝份摊平，往上翻2公分，缝这一圈。袖子这边也是往上往内2公分，然后缝这一圈，2个袖子都是，然后就做完了。以上就是怎么复制一件你喜欢衣服的版型。虽然说领子那边我重新做了设计，但效果做出来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延续这个复制自己喜欢衣服的系列，下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瑜伽裤。最近有很多新加入的缝纫新手们，欢迎你们加入这个频道。然后希望这一集跟接下来这一集给你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挑战。如果你选用同一款布料做的话，就可以变成一套的衣物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哦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喽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